不错不错，这样可以说是已有小成了。这下出门背着一把琴，琴声便可伤人，既风雅又威风。瑶儿教的我这门功法可真是厉害。它叫什么名字？这是我们北阙的虚念功。虚念功。没错，它是我们北阙最高深的一门武功，也是最难修炼的一门武功。我虽修炼多年，却只会一些皮毛。但你是天生五脉，天生就可修习。虚念虚念，虚虚实实，不正如这情生化刃，虚生化实。瑶儿为何让我学这门功法？很早以前，我想教你这门功法，是想让你去救我的父亲。虽然我后来改了主意，但李先生说无妨，还是可以将此功传授给你。只不过要等你熟练袖剑19式，且心境更加成熟之后，我想此时便是这个契机了。原来如此，那我们何时去救你的父亲？去天外天吗？现在还不是时候，太危险了。而且，要是我父亲真的出来了，于北离，于天下，怕都是一场浩劫。虽然我真的很想念他。瑶儿，不必担心。等我们做好万全准备，劝说他不要发起战事就好。我会陪你一起的。东君，多谢你。吁，少主，你们怎么回来了？我们原本奉少主之命潜伏在天启城中，打探易姑娘的消息，静待少主。但前几日有贵人出现，助我等寻到了一个机会。
钱数的钱。与少主匆匆一见，如今不得不提前而去。后有追兵，吴四人将继续南行，将其引入男爵。待一切平定，再来寻见少主。此次将易姑娘带离天启，全赖洛副都统和叶将军昔日旧友相助。洛副都统相助吾等得出王府，而将军旧友则护吾等离开天启，直到姑苏。目前也已分道扬镳。 各引追兵而去，但应有重逢之时，少主莫急。秦月寒，洛师兄和父亲的旧友，元哥，文君，醒了。日安。 瑶儿，何人来信？我的侍女传信告诉我，皇城里的那位要宣侯爷进宫觐见，罪名是谋逆。 绝对不能去。不去，你待如何？父亲，我……哎，东君，你怎么出来了？这姑娘是……爷爷，这个待会儿再说。我听说，百里东君，回去。我不。我再说一遍，回去。你不说打败你就可以出来吗？世子爷，今天我就要让你好好看看，我是如何打败你的。来，让我看看你这1年多来进步到何种程度。琴声化剑气，不错。小姑娘，怎么称呼你？小女子名叫月瑶。月瑶。那北阙城主岳风城是你何人呢？乃是家父。果然。对于北离而言，我是北阙遗贼。侯爷要拿下我，交给你们北离的皇帝吗？老夫已经老了，也不管什么贼不贼的，只要是东君喜欢的人，只要是他带回来的人，就是一家人。侯爷，以琴为剑，确实是高明的手法。这样的剑术我都不曾见过。不过，
火候还不够，回去再练练吧。哦，是吗？那个臭小子！怎么样，世子爷，被自己的瞬杀剑法阴了一把？哼。爷爷，我带瑶儿四处逛逛。走吧。长大了，这个小兔崽子。往日每一回你给我倒上你的酒，你都会哗哗的炫耀不停。可今天的你，成熟了，长大了。爷爷若还是想听，那孙子我便给您说道说道。东君啊，从小到大，你父亲管你，你母亲管你，唯独你身旁这个最让人敬畏的爷爷宠着你。你可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因为爷爷不想我同您和父亲一样，活得那么辛苦。爷爷想让我做一个自在自意的人。你太聪明了。人老了以后啊，往往就会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，缺失了很多的东西。可我就想自己的儿孙，尤其是你，可以获得。可是爷爷，自在自意和自在自意也是不同的。有何不同啊？我确实很喜欢自在自意，但不是自在自意的世家公子哥，而是自在自意的江湖侠客。江湖侠客，江湖侠客，为友拔剑，为情拔剑，为不平拔剑。虽自在自意，却有担当；虽不守规矩，但有原则。爷爷，如今百里家有事，您孙子我已经磨好剑了。来，咱们去那边看。公子，来一份吗？哎，您看看。哎，听说了吗？任西侯谋逆了。不可能吧？早不谋，晚不谋，现在这光景，谋的什么逆呀？也是。多谢易姑娘。王游前辈，前辈，您来此处可是有事？啊，无甚大事。易姑娘也来了好些日子，老朽正好今日下山，来看看二位是否安好。劳您挂心了。既然二位安好，那老朽
就先行离去了。前辈且等。怎么了，云哥？实不相瞒，我方才听到有人议论说镇西侯谋逆了，陛下也派了使者去黔东城拿他。前辈，可有此事？哎，不错。事情消息听得潦草，前辈能否详细说说？我也不知详细，只能加以推测。镇西侯远驻国之西门已久，树大根深，又离天启城甚远，帝王想管却鞭长莫及，久而久之就成了帝王心头的一根刺。这次易姑娘逃离天启城一事，虽然王府已严密封锁了消息，市井难以得到风声，可在天子脚下，那些严密监视着景裕王、琅琊王一举一动的人，只要想办法，一定能够知道。这就给了有心人一个契机，在帝王耳边颠倒黑白，说此事有镇西侯的手笔。亲王，是我连累了他们。易姑娘，切莫过于责怪自己。即便没有姑娘这事，旁人还会找到别的契机参倒镇西侯。况且，我也只是推测，做不得准的。前辈说的是，文君，莫要自责。哦，那老朽就先行离去了。多谢前辈。多谢前辈。我猜你已经做了决定了。是。其实，在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便已经做好决定了。天启城都是想杀你的人。天启城也有很多我想杀的人。你千万别冲动。放心，我此行去天启，只为帮助镇西侯府渡过难关。至于亲王那边，只要镇西侯没事，他便算是彻底废了。好。文君，我此行去天启，你有什么想让我替你做的吗？文君，文君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事。那个，云哥，若是回去能见到，帮我向师兄带个平安。好。云哥，此去凶险。你放心，安心在家待着。有什么事儿呢，就去找万有老人相助，好好照顾自己。我去教会。小心。
等我回来。百里东君，我们聊聊。1年多不见，见到我就走。因为我懒得理你。因为我拦了你和你的好兄弟抢亲。为什么不说话？百里东君，告诉我，我说的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我看不惯你做的事儿。我从乾东城千里赶路去往天启，除了学武，我更学了很多道理。稷下学堂乃天下第一学堂，在我所学的道理中，没有任何一条说可以倚仗权势罔顾他人意愿。而我的小师兄，他纵容了这种事儿。明儿我还要早起，小师兄请便。那你为什么不直接问问你的小师兄，有没有这样一种道理，可以仗着自己的权势罔顾他人意愿？你的小师兄会告诉你，从来都没有这样的道理。过去没有，现在没有，今后也没有。是。后来我也想过，如果当初小师兄没有干预，或许云哥会走得更远一步，但他也会丢掉性命。可我心中的小师兄，他是一定会阻挠这种不平等的事的，他一定会的。是啊，关于这一点，你的小师兄对他自己也很失望。东君啊，我知道你可能再也不会相信我了，但是有一句话，我这次一定要告诉你：你的爷爷这次一定不会死，路上不会，到了天启不会，除非我先死了。东君，瑶儿，你来了。怎么样？此行你不与我们一同吗？我的身份敏感，若是现身人前，怕是就直接坐实了侯爷通敌叛国的构陷。有道理。等你事情了了，我便来找你。只是此行怕是险路重重，东君，你做好准备了吗？我爷爷身边有几位境界深不可测的影卫，再加上小师兄的护卫。虽然云哥的事，我对小师兄有怨言，但小师兄给我的每一个承诺，我都会相信。哎呀，陈二爷，你可好久没来了。我前脚刚从碉楼小筑出来，这后脚又踏入了这百花楼。哼，今日可谓是酒色双全呐。只可惜多了一位不速之客。回师，
我见过你。哦，在通缉令上。胡御史真会开玩笑啊！你当真以为我在跟你开玩笑？认不认真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的剑比较快。哎，是玩笑，是玩笑。叶大将军曾与家父有旧交，我怎么能干出缉拿他儿子的事儿呢？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大兄弟，有何事召唤啊？鼎之久闻胡御史之名，此次前来，想请胡御史帮我一个忙。哎呀，这个忙啊，我怕是帮不上喽。都不听听是什么忙？任西侯现在可是块烫手的山芋啊！我胡某人还想在御史台多吃几年白饭呢。胡御史真是这样的人？啊？怎么不是？我是啊。我有一个好兄弟，叫百里东君，他是镇西侯百里洛尘的孙子。我知道。胡御史知他姓名，想必不是因为他是百里洛尘的孙子，而是因为几年前他在碉楼小筑，以7盏星夜酒大胜秋露白吧。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直接说。这次他也来了，胡御史不想找他讨几杯酒喝吗？哎呀，这人呢，明明想帮忙，却非要找个显得不那么正经的理由。侯爷，有人求见，请进。哎，见过侯爷。你的官服是偷来的吧？啊？东君不得无礼，这位是御史胡步飞，他家3代为官，乃国家栋梁。哎呀，侯爷啊，你看这句话就有些讽刺啊！原来是御史大人啊！怎么，来我们的地儿审我们？哎，不敢不敢，我只是听说当日在碉楼小筑以7盏星夜酒大胜秋露白的那个天才酿酒师在此，所以我特地来此讨杯酒喝。我找2杯酒，1杯敬酒，1杯罚酒，请问你想喝哪一杯啊？侯爷，这小公子跟江湖上传说的很不一样啊！今日一见，一身的锋锐，倒是跟侯爷有几分相像啊。他呀，本来就是我孙子，难道不该像我吗？请坐。哎呀，这可是上好的碧螺春，你就用这茶香盖盖你身上的酒气吧，要不然你回家不好交代。你家里那个可凶得很呢。侯爷，您还记得他呢？哎呀，也好，既然侯爷愿意同我喝茶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爷爷，您和这位御史大人曾经见过？怎么感觉很熟稔的样子？他的父亲是龙云阁的首席大学士胡成，之前呢，跟你爷爷是同窗。你小的时候，这胡大学士还曾经抱过你。大学士？怎么感觉没有半点遗传呢？
御史台的正事你还不说一下吗？是什么正事啊？御史台有做过正事吗？你呀，御史台那帮废物不敢来见我，怕我这个烫手山芋把你派来。但你这个混不吝的是一个承蒙父荫的败家子，来我这里打听，无论是好的坏的，你必然是没有东西可以问得到。侯爷，通通。不过，御史台的算盘他们打错了，你不问，我却要讲。我不听啊！我不听！你是要让我把你的耳朵拧开吗？侯爷，您说，我记着。阎王笔催人命。侯爷，我希望您说的话可以不要太多。我这老人家说话就话长，要不东君你来替我说。镇西侯府有杀人刀10万，镇守国之西门，勿有乱国之心。此番入天启，由世子百里乘风率领破风军。世子上午性格冲动，不过事前已告知世子，无论此番生死何回，镇西军断不可轻举妄动。镇西侯府坚信戚御史监察百官，明察秋毫，定能还镇西侯以清白。如若必要，镇西侯愿与诬告者当庭对质。万望御史将镇西侯所愿上达陛下，吾镇西侯府万谢。这些话多吗？不多，公子啊，你这一字千金呐，你要是再多说几句，我这个手抖的就写不下去了。你要走便走，本侯爷不打算留你了。东君，送客。小公子，你方才那番话，通篇就一个意思，我没有乱国之心。倘若你要杀我，我10万破风军直指天启，说打就能打。哼，佩服啊！我朋友说这7盏星夜酒，大胜秋露白，不错，想喝。若是你后面证实我爷爷无罪，别说7盏，送你7坛又何妨？小公子，这可是你说的，这酒我喝定了。哦，戚御史也有判决了，无证之罪，戚御史有什么资格判？小公子，你放心吧，侯爷定能安然无恙。只不过什么？公子，你要多加小心呢。自然，此行我是为了保护我爷爷而来，定不能出半点差错。我的意思是，小公子要注意自己身上的危险。我身上的危险？哎，好了，公子，再过2条街便是御史台，胡某自己回去便是。夜路难走，御史也请多加小心。告辞。哎呀，小公子，告诉我们，百里洛城与你说什么？我们不杀你。滚！你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哎呀，你们这些人，说辞就永远只有这一套，没点新鲜感。我告诉你们，敬酒不吃，罚酒我也不吃，我只想吃我自己的酒。别跟他废话，带走。哎呀，多谢小叶将军。你应该早就料到这一点了。是否我不来，你也能应付呀？
怎么会呢？我这一介书生啊。那抛开父辈的事不谈，今日我也算是救了你一命。哎，多谢小叶将军。天启城是非之地啊，小叶将军早些离开吧。好，最后一个问题，宫里的骆都统最近似乎不在天启城中。骆都统好像奉命出去办点事儿，但具体什么事儿我就不知道了。那我兄弟这边定当无恙，君子一言，万死不辞。说，第一件事，李长生当年与百里东军出天启游历，人在半途就已不知所踪。由此可见，这李长生应当是假的。第二件事，我已给锦仙他们传讯，算算日子，应快到天启了。操！方便吗？随意。老板，来份和他一样的。好嘞。好剑。风雪剑，沈静舟。无名剑客叶鼎之。我听说过你，你是剑仙羽生魔的徒弟。当年羽剑仙带你闯男爵，一剑连挑数十高手，好不威风。听得我很是向往。我也听说过你，仙人天上来，一剑风雪出，右手杀生，左手慈悲的沈静舟。没想到萍水相逢这世上最顶尖的少年剑客，靖州有幸。有此幸事，当服一大拜。只惜线下无酒，不如以茶代酒。希望叶兄不会嫌弃。沈兄弟既然听说过我，想必也知道我另一个身份。我是叶羽的儿子，北离的通缉犯。我也知道风雪剑沈静舟的真实身份，是宫中大剑卓清的亲传弟子。此乃天启城外，而我未入天启，便仍是江湖之人，所以我只是沈静舟，你也只是我萍水相交的朋友叶鼎之。好。叶兄，
我们后会有期。沈兄应该仗剑江湖，何苦要回到这天启牢笼啊？师父急召，不得不回啊。原来如此，后会有期。撤！比之前更完美了。啊，我是李长生。像。爷爷，我想回下学堂。离别日久，既然重回天启，我也该回去探望探望。东君啊，明天吧。今天呢，有客人来。你就是百里东君，是又如何？东君，把剑收起来。卓钦公公，别来无恙。奴才拜见百里侯爷，托侯爷的福，还活着呢。不知道卓钦公公今天来找我有何贵干呢？这就说笑了，奴才哪有资格拜见您呢？跪下。嗯，跪下。拜见皇帝陛下。拜见陛下。免礼吧。姑早就听闻你这个独孙英武不凡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不同寻常。臣乃戴罪之身，陛下如此见臣，不怕会有不妥吗？什么戴罪之身？有人愚昧，受人蛊惑啊！在我面前参了你一本，你陪姑征战多年，又为姑镇守西之国门，怎么会有谋反之心呢？你放心，那些污蔑你的人，姑一定会重重的惩罚他们。你呀，演得太假了。哎呀，你既然看破，何必这样说破呢？乌里谈。先生许久不见，这是又回天启了？陛下请。许久未见，先生还是这么风采依旧啊。只是没了先生的天启城，却显得有些寂寞了。哼，是吧？比如呢？比如这一种。
就无人可挡了。哼，雕虫小技！有我这个关门弟子在，哪还轮得到我师傅动手啊？这位公公，若是手痒痒，不如我来向你讨教讨教。走了，恭送陛下。终于想回学堂看一看了。陈先生，不错，相隔2年，与当初已有云泥之别。先生只看一眼便能辨别云泥。人身上都有一股气，清透旺气之人看他人，无需看人，看气便好。这次你来天启城，是因为有人状告御史台镇西侯府谋逆一事吧？是啊，不过看似是这么一回事儿，实际上是泰安帝想传位给小师兄。看来你已经想到了。若泰安帝真想治我爷爷的罪，也可以理解成他狠心想收回兵权，可他偏偏并没有想治我爷爷的罪，这又是为什么？告状的那位王爷会成为镇西侯府的眼中钉，而相反，护送我爷爷来的小师兄必定会成为镇西侯府青睐的对象。若是小师兄获得了镇西侯府的支持，便可以胜过天下间任何一位王后。皇帝是在给自己的儿子铺路啊。哦，什么路啊？一条阳关道，一条杀头路。难道你就没有想过，皇帝真的支持党政，如此利用自己的亲生儿子吗？皇帝当年不也是这般获得皇位的吗？或许在百姓眼里，他确实是一位好君主，不然我的爷爷叶将军也不会为了他开疆拓土，抛洒热血。但人一旦到了那个最高的位置，就会变得身不由己。看似是人在掌控朝局，实则是在被朝局掌控。我爹曾告诉我，朝局无情，但我们却要有情。与其做那个冰冷权力的奴隶，不如做个像我们这样有血有肉的江湖人，活得潇洒自在。你能有如此见解，我很欣慰。不过这学堂还是有些冷清啊，师兄们都不在了。这天启城的风向变了，留在这里，衣服总会脏的。雷师兄呢？他应该还在吧？雷梦莎确实没有走，但他被派去寻找景玉王妃易文君的下落了。易文君？他离开天启城了。他怎么走的？被劫走的。来的人武功高强，动作也很迅速，所有人都没来得及做出反应，人就已经离开天启城了。难道是云哥？来的人武功强劲，影宗宗主亲自出手都没能留下他。我猜应该不是他，但也必定与他有关。甚至易文君最后的下落，都必定是叶鼎之所在之地。此事，你怎么想？我总是觉得有些不安。自从1年多前在天启城与云哥一别之后，便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。
卓清大剑坐下，谨先回宫。卓清大剑坐下，谨卫回宫。卓清大剑坐下，谨欲回宫。这卓清突然将自己在江湖上历练的几位大弟子都召回来，其中必有蹊跷。师父，锦仙，你回来了。弟子不孝。是为师亲口允得你入江湖3年，你何错之有呀？怎么样？回来的路上可有波折？无名剑客叶鼎之。并无。沉入祭酒，许久不见。不对，你不是李先生。李先生唤我至此，是因为他的大春宫已到回春之时，如今应该是一副少年郎模样。嘘，小声点，不然得让他们听见了。卓清公公，好久不见呐！大剑忽然来访，有何贵干？自然是拜访一下学堂，请教陈如先生几个问题。那既然是拜访，为何不走正门？因为他们派人去杀东军了。这个天启城里面能够出手相助的高手并不多，最有可能就是咱们学堂，所以他来看着你呢。原来如此。但是他来错了，因为我也来了。出来吧，都跟了一路了。我特意挑了一个没人的地方，希望你们不要让我失望。都自报一下家门吧，好让我知道我打的是谁。枭首九成，凤凰来仪。那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你少跟我废话，兄弟们，上！嘿，曾经的我总觉得离那2字相距甚远，可上一次离开天启时，我持酒登楼。这次回到天启，我刀剑双绝。我还记得我年少时的志向，也一直期待说出这个名号。诸位好，我是酒仙百里东君。
今日一战，9仙2字即将名扬天下。公子住手！我与凤凰相依为命20多年，公子，只要你愿意放凤凰一马，我们4人愿做公子的奴仆。我不需要什么奴仆。既然你们都这么不愿意死，为何还要夺取别人的性命？每个人都有想守护的人。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放屁！我所认识的江湖人都只随本心做事，所谓的身不由己，不过是为了获取利益的借口罢了。江湖偌大，哪里没有容身之处？百里公子，您这是……他们一心想杀我，不会顾及到你们。趁此机会，赶紧逃吧。公子大恩，没齿难忘。江湖偌大，此处若不由己，便另寻一处。萧少，记下了。第一次用高手的语气说话，确实有些紧张啊。我们走。留下。你们就是亲王找来的什么江湖杀手榜的杀手，竟是这般无能。本以为今日只需旁观一下，却没想到真要出剑了。不是说放过我们？这位公公身穿一身官服就来杀人，未免太嚣张了吧？那又如何？反正见到我的人都活不过今天。百里东君，你的剑法确实比我想象中要高。我真的很讨厌杀人，但今天我却很想让你死。狂妄！大内之中，我的剑可排前10。燕雀，你说什么？前10又如何？更何况还是区大内。天启城有多大，北离有多大，全天下又有多大？面对真正的天下高手，还不是被单手锤杀？我只看这天下，所以我说你燕雀。那你如今能在这天下排第几？前100。你耍我？很快，全天下的人都会知道我9仙百里东君的名号。那也得看看你有没有以后。走了。两位大人这么着急，是要去哪儿啊？好剑法，太监，你这一手剑法，当真令我刮目相看。你父亲百里成风号称杀人不过10剑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还知道我父亲？快剑成风夺命10剑，他的剑只在一个快字。若10剑之后他还未胜，那么他的对手
也就不会再惧怕他了，因为此时对手已经完全看穿了他的剑法，所谓瞬剑杀人也就不存在了。你用瞬杀剑法与我对招，可有算过方才我们一共对了几剑？不多不少，11剑。公公是说我已经输了？那就很抱歉了，我不会让你出到第13剑。我私自练了一门功法，连我师父都不知道。你很荣幸，此前将能见识他的厉害。这是天下第一李先生所传，双手刀剑术。快点！快点！袖剑19式，五虎断山刀。就算把这2件废物功法结合在一起，又能怎样？就你还想杀我？凭着袖剑19式吗？下雨了。哼，认命了吗？你错了，这不是袖剑19式。左手刀，刀名进千华，刀谱黄粱醉梦；右手剑，剑名不染尘，剑谱西楚剑歌。你看，连老天都要帮我，所以你现在明白为何我看的是天下了吗？我可是9仙，百里东君。